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当谭松韵遇上173书卷气《我的山与海》选角争议背后的行业迷思。谭松韵站在镜头前，穿着素净的衬衫，手里捧着一本旧书。导演喊开始后，她微微低头，试图展现角色应有的沉静气质。然而监视器后的制片人皱了皱眉，转头对选角导演低声说：“还是太像高中生，那种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出不来。”这一幕并未出现在正片里，却精准概括了《我的山与海》开播后最核心的争议。当演员与角色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气质鸿沟时，观众该如何相信这个故事？原著读者翻开小说第37页，方婉之出场时的描写被荧光笔标记：身高173厘米，肩线平直，走路时背脊挺得像松柏。这个形象在读者心中生长了3年，直到剧集开播那天被彻底重塑。谭松韵的表演无可指摘，她将角色的坚韧与温柔都揣摩到位，但当她与剧中身高172厘米的希望同框时，那种原著中刻意营造的身高差与气场对比完全消失。更微妙的是，希望饰演的女3号郝倩倩，在剧本里本是精明干练的都市女性，却因身高和气场意外更贴近读者心中的李娟形象。选角导演在后期采访中透露，团队曾考虑过3位女演员来演绎方婉之。第1位因档期冲突无法参与，第2位在试妆时被投资方认为缺乏观众缘。最终定下谭松韵是因为她过往作品中的共情能力。这个决定背后是复杂的商业计算。谭松韵主演的剧集平均收视率 1.8%， 社交媒体讨论度常年位居前列。她的粉丝群体与平台目标用户高度重合。然而这些数据没有计算进去的是，当演员个人特质与角色基础设定冲突时，观众会产生多大的认知成本？李娟这个角色的选角过程更具戏剧性。原著中高挑艳丽东北大妞的设定，在选角阶段被分解成多个维度：身高要求168厘米以上，五官明艳，能驾驭大红色口红，笑声要有穿透力。董卿进入备选名单是因为她在某部年代剧中的表现，但定妆照出来后，造型师私下抱怨清秀长相撑不起东北大妞的气场，只能往温婉方向改。于是剧中李娟的服装色调从原著描述的正红、宝蓝变成了藕粉、米白，性格设定也悄悄增加了更多细腻敏感的成分。这种调整引发连锁反应，编剧组不得不连夜修改第3集闺蜜吵架的戏份。因为2位演员身高相近，气质趋同，原著中因体型差产生的视觉冲突无法呈现。新版本改为情感对峙，但播出后有观众在弹幕写道：“像2个闺蜜闹别扭，不像2个世界的人在碰撞。”这种细微的感知差异，逐渐累积成观众对剧集真实感的质疑。更讽刺的是，希望在试镜时原本应聘的是李娟角色，因制片方认为她长相太现代而改配郝倩倩，结果播出后观众普遍认为她更贴近原著描写。美术指导在搭建女主角老家场景时遇到了类似困境。原著方婉之生长的山村需要呈现2种质感，既是困住她的牢笼，也是滋养她的土壤。但考虑到主演的气质适配度，团队最终减少了粗粝感的设计元素，增加了更多温暖的光影处理。这种美化削弱了角色出走动机的冲击力。当方婉之决定离开山村时，有观众评论：“这地方看起来挺温馨，为什么非要走？”场景与角色之间的叙事合力，在选角定下的那一刻就已经被部分消解。服装组的故事同样值得玩味。为谭松韵准备的87套戏服中，有23套因为显得身高更矮被废弃，
剩余服装全部加入垫肩或垂直线条设计。造型师在采访中坦言，每天都要用视觉魔法来弥补那13厘米的差距。这种弥补在特写镜头中尚可遮掩，但在全景镜头里，当角色需要展现书卷气特有的挺拔姿态时，摄影指导不得不频繁使用仰拍角度和前景遮挡。这些技术手段增加了拍摄难度，却未必能完全扭转观众的第一印象。配音导演的困境则藏在声音里。谭松韵的原声清澈柔和，适合现代校园剧，但要为经历文革动荡、下乡劳改的角色配音时，声音里缺少那种被岁月打磨过的沙哑质感。配音团队尝试了3种方案，让演员压低声线，加入细微的气声，在后期混音时调整音色厚度。最终版本播出后，有听力敏锐的观众指出，声音情绪是对的，但音色太年轻了，像年轻人模仿老年人说话。这种声音与年龄的错位，进一步割裂了角色的完整性。原著作者在剧集开播当天发了条模棱两可的微博，每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山与海。这条微博在粉丝群中被解读为支持改编，但在书迷论坛里，有人逐字分析后认为这是委婉地表达不满。这种作者与改编作品之间的微妙距离，在近年来的 IP 改编中屡见不鲜。当创作团队将数据验证过的演员置于文字塑造出的角色之上时，那个在读者心中活了多年的形象，就不得不在荧幕上经历一次痛苦的转世，而转世的结果可能面目全非。观众的反应呈现出有趣的分层现象。纯剧粉在社交媒体上称赞演员演技在线，原著粉在论坛长文分析人设崩塌，而占比最大的路人观众则陷入困惑。他们既没看过原著，也不熟悉演员过往作品，却能直观感受到这个人物哪里不对劲。这种不对劲体现在收视率上，就是首集2.9%的惊艳开局后，第2集骤降至2.1%，第3集勉强维持在1.9%。数据不会说谎，它直接反映了观众用遥控器投票的结果。影视行业内部对此事的讨论更加尖锐。某位不愿具名的制片人在行业沙龙上说，现在选角就像在超市采购，先看营养成分表数据，再看保质期档期，最后才闻味道适配度。这种工业化选角流程效率极高，能在2周内完成主要角色匹配，但也埋下了无数隐患。我的山与海的案例正在成为电影学院教材的反面素材。教授们在课堂上追问学生，当商业诉求与艺术真实冲突时，创作者的第一忠诚应该献给谁？剧集播出至第8集时，出现了耐人寻味的转折。方婉之南下深圳的剧情展开后，谭松韵身上那种高中生气质反而成了某种优势，她演出了角色初入都市的懵懂与生涩，这让创业初期的挫折显得更加真实。部分观众开始转变观点，虽然不像书里的方婉之，但成了另一个值得相信的角色。这种接受过程充满妥协，就像观众与剧集达成了一份心照不宣的协议。我们不再争论这是否符合原著，只判断它是否自成逻辑。然而李娟这条线始终没能获得类似救赎。当剧情发展到她为保护方婉之与人争执时，懂情纤细的身形撑不起原著描写的像母豹子般扑上去的爆发力，导演只能将镜头切到特写，用愤怒的表情替代身体语言。这场戏播出后，原著粉截取小说片段与剧照对比，配文写道：文字能写出身高1.75米的压迫感，镜头却只能展示1.62米的表情管理，视觉媒介的局限性在此暴露无遗。有些维度确实无法通过演技弥补。我的山与海的选角争议像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 IP 改编时代的诸多悖论。
投资方需要可量化的保险，制作方追求艺术完整性，观众渴望情感共鸣。这三者之间的拉锯战每天都在上演。当谭松韵的团队接下这个角色时，他们或许预见到了争议，但没预见到争议会如此具体地聚焦在113厘米身高差上。这个数字成了某种象征，代表着那些被认为可以妥协，实则至关重要的创作细节。剧集播到第15集时，豆瓣评分稳定在 5.9 分，打3星的用户评价最具代表性。制作精良，表演认真，但就像用顶级食材做了道不对的菜。这条评价获得3000多个赞。它精准传达了那种复杂的观剧体验，你无法指责创作者不够努力，却始终无法全情投入。片场花絮显示，谭松韵为一场哭戏连续哭了7次，导演喊卡后他还在颤抖。董卿为学习东北话找了3位老师，笔记本上记满发音笔记。所有人都尽力了，但有些距离不是努力就能跨越的。行业媒体开始探讨这个案例的后续影响。有数据显示，在我的山与海选角争议发酵后，同期筹备的3个类似项目重新召开了选角会议，制作方明确要求身高误差不超过3厘米。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引发新的讨论，选角究竟应该量化还是感觉优先？某位资深选角导演在采访中苦笑，现在递过来的角色要求写得像体检报告，连颅顶高度都要标注范围。当创作被拆解成可测量数据时，那些无法量化的灵气与化学反应该去哪里寻找？原著小说在剧集播出期间销量增长了300%，出版社紧急加印了5次。很多读者在购买页面留言，想看看原本的方婉之是什么样子。这种反向拉动现象在 IP 改编史中并不罕见，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有时失败的改编反而会照亮原著的价值。文字提供的想象空间永远比镜头更宽容。在读者脑海中，方婉之可以同时是173厘米的书卷女子，又是160厘米的坚韧灵魂。这种矛盾的统一只能在阅读中完成。剧集收官那天，制片人发了篇长文讲述创作艰辛。他提到，为搭建女主角山村场景，团队跑了5个省份采风；为还原年代质感，服装组翻阅了4000张历史照片。文章真诚感人，却唯独没提为什么最终选择现在这组演员。评论区最热的回复是：如果把这些心思的1/10用在选角上，结果会不会不同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就像没人知道如果换一组演员，这部剧的山与海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风景。播出平台的数据分析师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，虽然整体收视率不佳，但每集方婉之与郝倩倩的对手戏段落，收视曲线都会出现小幅上扬。这2个在原著中交集不多的角色，因为演员气场的意外契合，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。有同人写手开始创作这2个角色的衍生小说，阅读量迅速突破100万。这像是个黑色幽默。当官方选角打乱原著牌局后，观众自己重新洗牌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角色关系图谱。我的山与海最终没有成为爆款，但它在行业讨论中占据了独特位置。每当我们谈论 IP 改编的困境时，这个案例总会被提及，不是作为成功典范，也不是作为失败典型，而是作为那个微妙临界点的标记。在这里，商业逻辑与艺术规律激烈碰撞，演员特质与角色灵魂艰难磨合，观众期待与创作现实反复拉锯。所有参与者都付出了诚意，但诚意有时无法弥合理念的分歧。原著作者在剧集收官后接受了唯一一次采访，当被问及选角争议时，他沉默了很久，说：文字一旦离开作者，就开始了自己的旅程。
这句话被媒体广泛转载，有人解读为豁达，有人读出无奈。或许这才是所有改编故事的终极真相，每个媒介都在进行自己的创作，就像山与海永远在相互凝视，却永远不能真正融为一体。观众站在岸边，看着潮水一次次带来新的倒影，那些既像原著又不像原著的倒影，构成了这个时代特有的观看体验。